特斯拉亲手砍掉了自己的旗舰车，华尔街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更奇怪的事？消息出来之后，特斯拉的股价也没涨，不是暴跌，不是暴涨，而是慢慢往下滑，从财报之夜的416美元一路跌到现在370多美元，这才是真正让你困惑的地方。如果停产是坏消息，股价应该崩；如果停产是好消息，股价应该飞。但特斯拉两样都没做，市场好像在说：“我听到了，但我还没想好怎么给你定价。”今天这期结束之后，你会理解一件很多人搞反的事：停产 Model S 和 X 不是一个关于汽车的决定，而是一张赌桌上的全部筹码被推到了一个还没翻开的牌面上。如果你现在持有特斯拉，你需要知道这张牌是什么，以及它翻开的时间窗口在哪里。我是三元，在三元说，我们不提供让你舒服的话，只提供帮你做决定的逻辑。先给你一个方向判断，后面我会一步一步告诉你为什么特斯拉这次停产。短期不是利好，也不是利空，而是一个定价真空。真正的方向要等2026年下半年 Optimus 的量产数据出来之后才会明朗。在那之前，你看到的每一次波动，本质上都是市场在对一个还没有收入的业务反复出价。你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不管做多还是做空，都很容易被甩下车。那我们倒回去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Model S 是2012年6月上市的， Model X 是2015年9月。你如果是老特斯拉股东，你一定知道这两款车意味着什么。没有 Model S， 特斯拉可能在2013年就破产了。它是马斯克当年的救命稻草，是让全世界第一次相信电动车可以又快又好看的那辆车。2015和2016年 Model S 连续2年拿下全球纯电动车销量冠军，单年卖出超过5万辆。Model X 紧随其后，阴影门一开，把科幻感拉满。这两款车加在一起，在整个生命周期里一共交付了超过61万辆。你可以说，没有 S 和 X 打下的底子，就不会有后来的 Model 3和 Y 的大规模量产。但商业世界不讲功劳簿，只看报表。到了2025年，特斯拉全年交付了163.6万辆车，其中 Model 3和 Y 占了97%，S 和 X 呢，它们被归到一个叫其他车型的类别里，和 Cybertruck、Semi 挤在一起。这个类别全年加起来也就50800多辆。你单独把 S 和 X 拎出来，业内估计大概只剩3万辆左右，一条年产能10万辆的产线，开工率不到30%，这不叫产能优化，这叫产线在空赚烧钱。你作为投资者，每看到一辆 S 从这条产线上下来，你就要想这辆车分摊了多少你本可以省下来的固定成本。所以马斯克在1月28号的第4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是时候给 Model S 和 X 一个光荣退役了。如果你想买，现在是最后机会。3月底特斯拉正式发邮件确认停产，到了4月初，全球库存只剩大约600辆，一个从2012年开始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如果你只看到这里，你会觉得不过是砍掉一条亏损产线翻篇就好。很多散户确实是这么想的，看完标题滑走，继续刷下一条，但他们漏掉了整件事里最关键的一句话，而这句话才是你真正需要听懂的。马斯克说 Fremont 的 S 和 X 产线不会空着，它会被改造成一条年产100万台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Fremont 市长随后确认了这个消息，说特斯拉选择 Fremont 作为 Optimus 的生产基地，预计不会裁员，反而可能增加岗位。你听清楚了，不是1万台，不是10万台，是100万台。一家市值14000亿美元的公司，把自己最老的工厂从造车转向造机器人，这不是一个微调，这是把赌桌上所有的筹码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牌面。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你去看特斯拉现在的市盈率就明白了。按过去12个月的利润算，特斯拉的 PE 大概在300到340倍之间。什么概念？拿来对比一下，丰田大概11倍，通用大概20倍，法拉利大概32倍。你把全世界的传统车企加在一起，没有一个超过50倍的。你用任何汽车行业的估值框架去套特斯拉，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价格疯了。但市场不是疯了，市场只是在为一个不同的东西定价。唯一能解释300多倍 PE 的逻辑是，你买的不是今天的特斯拉，你买的是3到5年后那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人形机器人、能源存储，甚至自研芯片，这些业务今天的收入加起来还微不足道，但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爆发了，特斯拉的利润结构会被彻底改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停产消息出来，股价既没崩也没飞。华尔街的反应不是你为什么砍产品线，而是你终于把最后一块旧资产腾出来了。但这个反应本身已经是预期的一部分，价格早就交易过了。市场在等的不是停产公告，而是 Optimus 到底能不能量产的证据。你可能会问，如果市场已经交易过了，那特斯拉的股价为什么还在跌？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多散户搞不懂的定价机制。华尔街对特斯拉的定价不是这家公司今天值多少钱，而是
这家公司3年后值多少钱，然后折算回今天。这个折算要用折现率，折现率受什么影响？利率、不确定性、时间。当美联储的利率维持在高位，折现率就高，未来的利润折算回今天就变少。也就是说，即使你认为 Optimus 3年后会成功，只要利率不降，成功这件事在今天的价格里就会不断缩水。你以为基本面没变，故事还在，但股价就是在跌。这不是市场不理性，这是折现率在惩罚你。很多散户在这种情况下会说被低估了，然后加仓，但其实不是被低估，是你用了一套和市场不同的时间折价。但等一下，这里面有一层更值得你警惕的东西。你如果是散户，这里有一个极其容易踩的坑。你看到特斯拉要做机器人这个标题，心里一热就冲进去买，觉得自己在提前布局未来。但你想过没有，你买入的价格里已经包含了市场对机器人未来的一大块预期。300多倍 PE 不是白给的，里面装满了对 Optimus、对 FSD、对能源业务的想象空间。这里面的定价机制你必须搞清楚。假设你今天以$380买入特斯拉，你觉得你在做什么？你觉得你在买一家公司的股票，但实际上你在买的是一组关于未来的期权， Optimus 量产的期权， FSD 大规模商业化的期权， Robotaxi 上线的期权。这些期权的价值已经被折算进了股价里。如果这些期权中的任何一个到期没有兑现，不是价格不涨，而是价格要往下修正，你以为你买的是股票，但你承担的其实是期权卖方的风险。坦白说，散户和机构在这种重大事件上有一个结构性的时间差，你必须理解这个时间差有多致命。机构投资者在马斯克财报会讲完的那一秒就开始跑量化模型调整仓位了，他们调仓的速度以小时计算，而你作为散户，通常是在新闻发酵2-3天之后，看了几篇自媒体解读文章之后才决定要不要买。特斯拉日均波动在3%到5%之间，这2-3天的延迟换算成你的成本就是5%到10%的差距。你追进去的那个价格很可能是机构已经调完仓之后留给你的价格。你不是在跟市场赛跑，你是在捡别人挑剩下的。但这还不是最让我担心的，我直接说一个更深层的风险。你仔细想一下这件事的底层逻辑，马斯克是在把一条虽然低效但确实还在产生现金流的业务替换成一条目前完全没有外部收入的业务。这不叫优化，这叫换命。你看一下具体的数字就知道这个赌有多大。2025年是特斯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年度收入下滑，全年交付同比跌了 8.6%， 年利润下降了 46%， 第4季度收入249亿美元，同比跌了 3%， EPS 0.5美元。虽然超出了华尔街预期的 0.4美元，但跟前年同期的 0.73美元比缩水了30%多。你看到的不是一份强劲的财报，你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在利润收缩期做出了它历史上最大的资本支出承诺。马斯克宣布2026年的资本支出要超过200亿美元，是2025年的2倍多。这笔钱花在6条新生产线，一个叫 TerraFab 的自研芯片工厂，还有 Optimus 的量产准备上。你把这些数字串起来，收入在下滑，利润在收缩，支出要翻倍。特斯拉自己的指引是2026和2027年都不会有自由现金流，这意味着未来2年这家公司处于燃烧现金换赌注的状态。有人会说，能源业务不是在高速增长吗？没错，2025年能源板块全年收入达到12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25%。但你把它放到全局里看就知道问题在哪。汽车业务的收入体量是能源的5倍以上，你不能用一个增长 25% 的小业务去对冲一个下滑 8% 的大业务，这笔账算不平。能源板块是亮点，但它现在还撑不起整栋楼。还有一层风险你需要知道， Optimus 不是特斯拉一个人就能造出来的，你去看它的供应链就知道问题有多复杂。机器人的关节需要精密的线性执行器，特斯拉已经给中国供应商三花智控下了6.85亿美元的大单，谐波减速器要从绿的谐波这样的企业采购，伺服电机、视觉感知组件、AI 芯片，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不同的供应商和不同的产能瓶颈。你作为投资者，不能只看特斯拉自己的产线准备好了没有，你还要看整条供应链上有没有卡脖子的环节。如果任何一个关键零部件的产能跟不上，100万台就是一个空头支票。而且你要注意，在机器人赛道上，特斯拉不是唯一的玩家。中国的优必选、智远已经在推自己的量产方案， Figure AI 已经在宝马工厂落地了核心流程，这意味着供应链端的优质产能正在被多家公司同时争抢。如果你持有特斯拉，你的风险不只来自特斯拉自身的执行力，还来自整个产业链的竞争格局。这里我想跟你讲一个结构层面的历史类比。你还记得亚马逊当年做 AWS 的故事吗？贝索斯在电商增速放缓的时候，做了一件所有人觉得疯了的事，把大量资源砸进了一个叫云计算的业务。那时候华尔街的分析师怎么说的？零售业务利润在收缩，你不去想怎么卖更多的东西，反而去搞服务器，
亚马逊的股价在那段时间走得非常纠结，投资者不知道该给它一个零售商的估值，还是一个科技公司的估值。这种定价身份混乱，是不是听着耳熟？而今天的特斯拉一模一样，你不知道该用车企的 PE 去套它，还是用科技公司的 PE 去套它。结果呢 ，AWS 后来变成了亚马逊利润的主力引擎，直接改写了整家公司的估值逻辑。如果你当年因为电商增速放缓就卖掉了亚马逊，你会错过之后10几年最大的科技股行情之一。但故事的另一面你也必须看到。同样的，砸重金赌未来，通用汽车的 Cruise 怎么收场的？投了几十亿美元做自动驾驶，最后直接关停整个业务。谷歌的 Waymo 投入超过100亿美元，开了10几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纯烧钱的项目。福特在电动化上投了几百亿，然后不得不大规模减资。同样是压住未来，有人翻盘了，有人输到退场。你不能只看赢的故事激励自己，然后假装输的故事不存在。特斯拉的 Optimus 现在处在哪个阶段？比当年 AWS 起步的时候更早。马斯克自己在财报会上都承认，目前没有 Optimus 在执行有用工作的量产实力。Optimus 3代是第一个为量产设计的版本，计划2026年内发布，但从发布到真正跑通产线，中间还隔着无数个工程问题。你想想看，一台人形机器人有多少个可能出故障的环节？每只手11个自由度，全身几十个关节，要在非结构化环境里完成人类动作，不是拧螺丝的工业机械臂。这是一个需要在真实世界里不摔跤、不伤人，还能干活的通用平台。马斯克说目标售价控制在2万美元以内，但现在连公开的单台成本数据都没有。你如果把赌注压在 Optimus 会成为下一个 AWS 上，你需要诚实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张牌的胜率不是0，但它距离确定还有多远？你买入特斯拉的每一块钱，都是在为这个不确定性付费。现在我要把前面的判断再往前推一步。第一次我说的是方向，短期是定价真空。等 Optimus 数据，现在我要加一层这个定价真空的持续时间，可能比你预期的要长得多。Optimus 的商业化验证不是1-2个季度能看清的事情，你需要同时看到3件事才能确认方向。转折 ，Optimus 在特斯拉自家工厂里的部署数量在逐季增长，单台成本在快速下降，向2万美元靠近。有外部客户开始正式下单采购，这3个条件最早也要到2026年底或2027年初才可能同时满足。在此之前，你持有的本质上是一张定价昂贵的看涨期权，而不是一只由基本面驱动的价值股。3个误读警告，每一个都可能让你亏钱。第一个误读，把停产 S 和 X 理解成特斯拉在收缩，它不是在收缩，它是在换赛道。那你需要知道换赛道的过渡期意味着什么？旧赛道收入先减少，新赛道收入还没来，中间会出现一个收入真空，这个真空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因为换赛道3个字就觉得是利好，你得看清过渡期有多长，口袋里的现金够不够烧。第二个误读，觉得300多倍 PE 就意味着泡沫应该做空。特斯拉的估值逻辑不是基于当前利润，是基于未来业务的期权价值。你做空一个期权定价的标的，需要的不是太贵了这个判断，你需要一个明确的触发条件，期权到期了但没有兑现，在 Optimus 量产结果出来之前，这个条件不成立。做空特斯拉的窗口不是现在，而是当量产数据连续2个季度低于市场预期的那一刻。第3个误读，因为马斯克说了100万台，就按这个数字去建模。你回忆一下他的网记 ，FSD 的明年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说了多少年 ？Cybertruck 从2019年发布到真正量产花了多久？你应该关注的不是他嘴巴上说的数字，而是每个季度财报里实际交付的进度。他说的100万台和产线上真正跑出来的100万台，中间隔着10万8千里。最终判断，如果你已经持有特斯拉，仓位在总资产的15%以内，投资周期3年以上，可以继续拿着。但你必须紧盯2个先行指标，第一个是 Optimus 在特斯拉工厂内部的部署数量，这个数字应该会出现在每季度的财报信息里。如果连续2个季度在增长，说明量产路径在走通。第二个是 FSD 订阅用户数的增长曲线，2025年底是110万活跃订阅用户，如果到2026年底翻倍到200万以上，说明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在加速。这会间接验证特斯拉的 AI 能力是不是真的可以跨领域迁移。一旦这2个指标连续2个季度停滞甚至倒退，你需要认真考虑减仓，不要等到亏损扩大了再行动。如果你仓位偏重超过总资产的15%，建议在当前价位适度减持到舒适区间。理由很直白，一家未来2年指引没有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在利润收缩周期里，估值弹性是向下的。一旦出现超出预期的负面消息，你的回撤会比大盘大得多。你不需要清仓，但你需要给自己留够犯错的空间。如果你是空仓想建仓的散户，管住手，不要在当前位置追。
把特斯拉加入核心观察值，等2个条件之一出现再动手。第一个条件是价格条件，股价回到$300附近，给你足够的安全边际去承受未来2年的波动。第二个条件是基本面条件。Optimus 出现明确的量产里程碑，比如单季度出货超过1万台。2个条件都没满足之前，你的最佳策略就是什么都不做，在赌桌旁边站着看，永远比冲上去乱下注要强。如果你是做短线的交易者，逻辑完全不同。短线你不需要关心 Optimus 3年后能不能量产，你需要关心的是下一个催化剂在哪里。最近的一个窗口是4月下旬的第1季度财报，但你要注意一个陷阱。特斯拉的财报行情通常不在数据本身，而在马斯克在电话会上说了什么。如果他给出了 Optimus 的具体出货时间表，或者公布了第一个外部客户的订单，股价可能短线拉升。但如果他只是重复未来很美好的话术，而没有新增量信息，那就是利好出尽。你做短线的原则很简单，财报前清仓试探，财报后根据增量信息决定加仓还是离场，不要在财报前重仓赌方向。特斯拉财报后的波动幅度通常在5%到10%之间，你赌对了赚1点，赌错了可能1夜亏掉1个月的利润。如果你是会用期权的投资者，可以考虑一个策略，卖出虚值看跌期权，你选一个自己愿意接盘的价格，比如$300，卖出对应行权价的 put。如果股价跌到那里，你以折扣价建仓，而且你的实际成本还要再减去你收到的权利金。如果没跌到，你就白赚一笔时间价值。前提是你对特斯拉的3到5年逻辑是认可的，只是觉得当前价格不够便宜。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家公司把所有筹码推向一个还没翻开的牌面，你作为旁观者，到底应该在牌翻开之前就跟注，还是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特斯拉，也适用于你投资生涯里遇到的每一个故事很美但还没有兑现的机会。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